政府监管，那个时候就碰到了政府监管问题，对，因为我们做软件分享，做共享软件的那些内容的问题。不让你做了吗？还是？对，就是保网线那种不让做了。哦。来温哥华很好，温哥华很户外呀，需要健身，不然我不健身，我出去滑雪、骑车，体能都不行的。那你来温哥华之前，你运动吗？不怎么运动。为什么？不运动，国内你只有健身房啊，你户外的机会不多嘛，对，因为你出去户外骑车、跑步，剩下的我也不喜欢其他运动，可能在这边在温哥华来才开始运动的，才开始骑车和滑雪，因为来温哥华的人基本上都会滑雪嘛，都滑雪，这里长大的小孩也滑雪。我记得我小孩上小学的时候，3年级、4年级，2月份是一个滑雪季，每周会有1天出去滑雪，学校组织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想想我也得跟小孩一块运动了，我就跟他一块，他开始学，我也开始学。那你在这边是不是跟小孩相处的时间多很多？肯定要到了一块啊，我得接送啊，来温司机，知道吧？来温哥华的司机。如果有2个小孩，你基本上每天就接送，就是早上2趟，下午2趟。2014年开始办的，然后很快就办完了，1年左右就办好了。2016年登陆的，我当时办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国内互联网其实是非常好的，很多公司上市嘛，我们公司也上市了，一季要上市啊，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应该换一个地方去生活比较重要，所以说我在2011年、12年左右就出去，从日本啊、澳大利亚呀，好多地方我都去看了一下，我就选择一些生活的国家，还包括2014年也去了加拿大，因为当时出差去美国比较多嘛，所以我就觉得换一个地方，一个是自然环境好一点的，然后第二个小孩教育好一点的，然后第三个呢，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北美的来。当时我看过好多朋友去澳大利亚了嘛，因为当时在新浪的移民是一波接一波的，所以老的员工很多都走了，就是第一波上市就很多人去湾区了，也有人去澳大利亚了，所以说还是选北美。北美你要是特别想奋斗，肯定要去美国，然后不是特别想奋斗的，或者说是住的舒服一点的居住环境，看过之后我觉得温哥华是最好的。当时也在多伦多待了一段时间，多伦多也挺好，然后后来还是觉得温哥华这边方便一些，环境好一点，温度高一点，然后回亚洲近一点。因为我当时2016年全家都过来了嘛，然后那同一年我也做了个基金嘛，做了个早期创投。2016到2019年的这期间，我就 travel 比较多吧，就主要是 travel 的路线，就上海、北京，然后东京、温哥华，所以说当时选的温哥华是非常方便，因为这个旅行时间比较短，特别到东京只要8个小时，然后在东京回去两个小时到上海了。让他自己开。这个房子是我自己盖的，我买了一个旧的房子，然后把它拆掉了，然后自己建一个自己住的。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房子已经 framing 做完了。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拆除以前的旧房子，到现在9月份正好做了1年，差不多建的时候应该是今年的春天的时候开始建的。差不多还有半年就结束了，做完了，对，就盖好了，很快啊，后面很快。可以看到这个风景，这是这是我们客厅，所以这边可以看当趟雪山，对吧？我们可以再上一次，不错吧？这里风景，这 rooftop， 哇，这 rooftop 这边会是一个 barbecue 的一个空间，然后会有一个小花园。在这里，你看这边。比如你的孩子在这边长大嘛，那他们肯定都是纯的。对，我老大是7岁过来的，就是他们已经变成了 English speaker 了。老二是在这边出生的。那你这样的话，会不会觉得跟他们之间沟通会有这个就是有问题？有一点问题，因为他们 prefer 说英语，他基本上不是很爱说中文，因为7岁过来之后呢，你很多名词是不会的，中文的高级名词他都不懂，形容词也不知道。所以说我也没有让他去补中文的，我觉得到时候他需要用的时候他自己去学就好了。我个人有一个态度，我觉得你会英文就可以了，你的中文你可以说因为他随着他现在平时在需要用的时候，他读得懂一些中文，能够说，我觉得他读可能都读不懂，他能说就好了。对，因为接下来这个他做的这些行业这边做研究，
基本上它所有语言都是英文。英文特别是有了 AI 之后，它绝对是世界上最主流的语言了。对，因为训练 AI 都是用英文训练的嘛。那比如说，你会不会担心他在就是思想方面什么的被这边西化？那是他自己选择啊，因为他在这里，那就应该接受这边的主流价值观。温哥华的教育是非常左的，这个平等啊这些东西，对，保护弱势啊，因为他们，你比如说我们对城市流浪汉的看法，我觉得他的看法就跟我不一样。比如他怎么看？他觉得那些人，那些 homeless 就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工作。其实按照我觉得我们亚洲人和中国人的看法来说呢，其实他们那些人就是神经病。小学的时候就有时候还会去给这些 homeless 发东西吃啊。对，学校会组织，对吧？你想想看，这个 homeless 画面看起来挺可怕的，特别是温哥华现在当趟更可怕的。但是这个社会其实对 homeless 接受程度，我觉得是很赞同的。但是你的管理办法应该是改进一下，对不对？对，不然你搞得这个城市的面貌和整个这个危险程度提升。但是温哥华像我们这种居民区是不会有的，因为警察会在5点钟之后会把我们清走的。但是城市对人还是很包容的。我感觉一个社会对弱者的支持，就表示了这个社会的一个就是文明程度和一个发达程度。是的，对，非常赞同。对，这个我觉得加拿大是做得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 diversity 的文化在这边更加包容性更强一些。你看，我记得以前加拿大也很有名那个啤酒品牌广告，它就是做了一个就是测试嘛，就是我们怎么说自己是加拿大人，对吧？就是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语言说你自己加拿大人，你不需要用英语说。对，他就是用这个东西反映我们语言的这个熔炉包容嘛。对，这个确实是不一样，文化不一样。美国还是白人主流文化，加拿大，但是这个有好处也有坏处啊，就是社会有点离散，有点离散。但是呢，就是它确实能够把很多文化在这边很融洽的这边待下来，所以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一个和美国很大的区别。很多人觉得美国跟加拿大是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加拿大在英联邦里面算是把包容性创造的最好的一个，而且 diversity 的文化是在100年前就确定的，立法的。所以说我们小孩在这里学的东西也就这一套呗。所以我觉得他接受，我也接受，这个没什么不好。对，我觉得从未来来看，人种越混合的地方就是越有前途的地方，就是因为跟生物一样嘛，生物要保持多样性，人种也要保持多样性。对，你一个生物圈对多样性的支持，那就是表示你的这个韧性和抗风险程度都很高，而且你的创新机会很大。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有多样性的地方，哪怕你现在看上去很缓慢，是吧？就是大家乱哄哄的，而且各种东西意见都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抗风险的社会抵御风险的一种能力和创新土壤，在这种地方才有。那你可以把你的人生选择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哦，对，我觉得人是最关键的选择。第一次选择，其实你想想看，我们那个年代啊，当时我是很坚持是去学 computer science， 因为比较有兴趣，这专业选择。因为我好多大学生、高中生，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要选什么的啊。我觉得这一点我是比较突出的，我都是比较坚持自己选择的。对，因为爱好，然后选择学什么的。对，你想想，1999年，那是最火的时候，那个时候是 computer science 最好的时候，对吧？对，包括现在也很好，它那个是最早期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选去哪儿工作。因为虽然我以前不像很多人去大学去出国去读研究生的嘛，我属于那种在大学不学习的人，就是对，就是大3就跑了，就基本上还混毕业了啊，就是大3就出去创业去了，去深圳。大3的时候，然后就学软件去了。2000年初的时候，深圳一片欣欣向荣，那个时候。很多软件公司，腾讯也算是一家软件公司，是吧？当时还有什么软件下载的好多这种网络的软件公司，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公司。我觉得这个选择很正确，及时参加工作，及时走向社会，而且去了深圳一个比较有活力的这种软件比较发达的城市，就机会很多嘛。当然，如果说那个时候去了北京，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第一波互联网浪潮就抓住了。但是我去了南方呢，选了软件浪潮。这个时候能去腾讯也是不错的啊，但是自己选择嘛。后来我就一直创业，我就不喜欢去大公司，因为小团队，10来个人小团队比较好感觉，然后差不多做了几年之后，也碰了很多挫折，对，创业是吧？被政府监管，那个时候就碰到政府监管问题，对，因为我们做软件分享，做共享软件的那些内容的问题，不让你做了吗？还是对，就是拔网线那种不让做了。因为对有当时是有里面有很多内容违法控制，但是反法轮功嘛，
别人用那个来用我们的系统来传播这些资料，当时我们是完全去中心化的哦，那个年代就是去中心化的，很先进的，对，大家把自己电脑里面的东西共享出去，然后之后就把这个技术拿去做了一些新的方案，然后我们就把好像做了几年2-3年吧，然后就把公司卖给新浪了，成功转型到了互联网公司，之前其实公司业务也不怎么样，就卖了个技术吧，就卖了个团队给他们。也新浪那个时候中国的公司互联网公司还蛮喜欢收技术团队的，新浪是一个比较喜欢靠收购来合并自己业务的一个公司。怎么成功卖给新浪的？当时这个故事也很复杂，新浪在广州是有分公司的，跟他们里面人有很多业务往来，就卖过去了。然后之后呢，就去到新浪，算是创业就有卖公司的经验了。刚过去之后的1年之后就开始做微博了。对，我们过去之后给新浪做了一个产品线的全部重整嘛，太复杂了嘛，因为各种乱七八糟的产品线都拼在一块儿。趁着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做了微博，这是我之前讲这个人生选择的时候，第一次选择是学什么，然后第二次选择去哪创业，第三次选择就是当时真的是选了有我们可以融资或者把公司卖给新浪，我们选择把公司卖给新浪了，如果融资就挂了。当时在新浪里面我们也选择，这个也是做了一个选择，当时我们把微博给孵化出来了，我们的部门当时就有选择说，大家愿不愿意加入了一家独立的公司里面去做微博？因为那个时候微博刚开始才3个月，这产品会怎么样？然后有人就不愿意，有人说新浪很好了，对，然后有人说愿意，但是就出去之后呢，你的风险会高一些嘛，因为新浪全资独立成立一家公司叫微盟创科，的新浪为什么当时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曹国伟的决策很英明。当时为什么可以这样投资，是因为在2009年的时候，微博刚上之后，新浪做了一个 MBO 管理层回购股份，就把新浪的这个管理层控股到了20%，就是因为新浪是上市公司嘛，董事会就有决策权的，我就可以1年投1个美金投到微博上去，不然他投不出去的。因为新浪以前就是很难，业务很分散，就是因为没有 power 做决策。移动互联网刚开始，2009年，因为 iPhone 是2007年底发布的嘛，2008、2009那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什么叫移动互联网然后微博刚出来的时候还没有手机 APP， 都是一个短信和一个 Web 版，做了1年多之后才有手机 APP， 差不多大半年之后才有手机应用，所以说，算是移动应用时代的开创者，微博是中国的，后面的继承者就是微信了嘛，那是微信很快就把我们市场给抢了嘛，对这个，因为用途不一样，我们当时，也做过选择，这个选择很好玩，我们在想，我们到底是把微博做成社交网络呢，还是做成社交媒体？因为当时很多人就是把微博当社交网络在用，因为那个有个真空期 ，MSN 不行了，因为我们把 MSN 用户都抢过来了，对，然后抢过来之后呢，校内人人网都不行了，然后正好是有一段真空期，手机上没有很方便的一个通讯工具，但是那个手机又在快速增长 iPhone 的用户，所以说大家都在拿微博私信当聊天用很多朋友都在微博私信上面。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是有机会超过腾讯的，这个机会，很好的机会。然后呢，我们就往这个上面尝试，想做好多工具出来。不过，后来微信一出来，明显的这个体验比我们好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很多人在用微博。后来微信慢慢的，就是把微博上的这一部分有聊天需求的人给抢走了。但是看新闻的还是在微博上。然后呢，想聊天的就去微信了。当时公司做的决策的时候，我们怎么走，我们就只能放弃，不能跟微信打，我们只能强化社交媒体，强化运营，这样子你才能把你的地盘守住，不然这个都没有了。因为公众号那个时候也在发展嘛，它有做媒体的势头，公众号对吧？那个时候很猛了，完这个守不住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说当时强化媒体还守住了这个阵地，只是分化了2个产品就。这个也是选择，是团队的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选择。你做你该做的能做的事情。挺惊心动魄的。腾讯里面我们知道的消息，腾讯里面也发现，马化腾亲自带队要做腾讯微博嘛，张朝阳亲自带队做这个搜狐微博嘛。我说张朝阳亲自带队的事情都做不起来的，对不对？对，搜狐都是无心插柳才做成东西来的。CEO 亲自上就不行，但是腾讯微博还可以。
那腾讯微博是产品做得好，但是运营很失败。新浪微博做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和娱乐明星，是吧？对。腾讯做体育明星，体育明星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怎么会说话。对。你必须得找工资和娱乐八卦的才有意思啊，对。所以说他做流量拉不起来。用户还是在微博这边。新浪差不多做了4年半上市的嘛，5年。2009年开始做到2014年 IPO，算是第2快的吧，第2快上市的，还有更快的中国那个时候，我们就其实有很多人还是觉得你肯定要在那个地方待着嘛。然后我觉得我在一个地方待了快7年了，从09年做微博做到14年上市，这5年你必须要待呀，你不然你就白干了。你必须得待着，而且你上市之后你 option 啊，这个回报很好啊，这个价值高啊，待着你的同等的单位时间产生的收益高啊，你去哪都没这个收益高，对不对？而且这个产品是明显的是要成功的嘛。2011年的时候就觉得肯定是要成功的，但是那个时候啊，团队好多人走了，有人他就是可能看不清楚方向，或者说觉得因为有一点点是吧，因为团队大了嘛。摩擦呀，或者不舒心的这小孩嘛，他们就定力不够强，就选择离开了。当然有的选择离开的很好，比如说那一年还没上市就加入字节跳动，是吧？那就很好，对吧？对，如果说去到了什么另外的公司或者出去创业去了，当然出去创业也很好，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也有成功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失败的。你能够找到对，在一个很明确的要成功的地方，你最好是就别折腾了。你等它成功之后再走嘛。我觉得对，这个是蛮重要的。这个也不叫远见嘛，这个就是你的切身感受，有一种嗅觉。对，这个叫嗅觉。换了环境，嗅觉是由认知决定的。对，你认知要多读书嘛，是吧？对，认知决定，还有一个性格决定的。为什么那个运气好的人都是比较乐观的人？你交朋友也是一样的，多交乐观的人，不要交悲观的人，是吧？一样的，因为乐观的人会给你带来这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你觉得你换了环境以后，你的嗅觉有变化吗？有变化呀。我写2008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觉得把我所有的中概股和港股全部卖光。当时开始打贸易战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喜欢研究美国，我比较喜欢研究美国政治。我觉得美国政治很好玩，美国政治是全开源的，它所有的智库啊、白宫机构啊，它的政策都是透明的，它任何决策。讨论国会的任何议程，你都看得到，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想什么，他未来要做什么，这个东西是长久的呢，还是短暂的，你都看得到。其实未来写个 AI 分析一下他们的决策就好了，美国是怎么想的，从国会到媒体的这个，你稍稍认真解读一下，就知道它的趋势是什么样子的。对，长期来看啊，所以说2018年，我觉得这个可能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增长也到头了吧。就到头了，因为我感受得到，我在国内待过，我在两边跑，我都知道，主要是离这边消息源比较近的，看东西更方便，因为你之前看的是2手资料，你可能看了一些翻译的或者怎么样，你现在你过来玩推特啊或者看新闻，所以我建议所有过来的人，进入北美的人一定要看主流新闻，要看这边的东西，你不能看中文内容，不然就会绑架的嘛，对，所以要看，你要接受两边，因为你全2个语言都读得懂嘛。所以你用2种思维方式来看这个东西，你就会做出相对比较正确的，或者不会错误的判断嘛，就正确率高一点。所以说当时这个方向是对的。18年之后的这个形势是逆转嘛，对，然后也有一个小型的危机，因为贸易战导致美国也下跌，美股也下跌，所以我觉得美股下跌很好，那我们就把卖了买美股呗。我觉得财富自由的定义应该叫做你的选择自由，有人1000万就可以自由，有人10个亿的自由不了。你想想看，现在大家是吧，有很多钱，你被限制出境的。